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5.6，收盘价是223.7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5.4，最低价是在211.61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95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上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，下影线略长，那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，然后成交量是略有量增。那我们也会看到这根 K 线或者连续3个交易日都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这些信息说明是股价后续继续上行的表现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20附近；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08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15。实际在11月13日收盘价是在223.71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个反弹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性质是完全相同的，也就是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后续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可能。那么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1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6。那站上226就是出现头高，那建立短期的多头趋势，然后促使股价继续上行。我们会看到目前下方已经有了底高，上方还缺一个头高，所以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226。好，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，其中缺口的中线在236附近，它是强压力，所以第二个目标是236。第三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57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下行。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认为应该是11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05.5附近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那这个位置目前相对于现在的收盘价，它是前低，所以股价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反转向下呢，它的目标一定是205。对，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实际上目前收盘价的股价已经临近了上方的一个压力点，也就是226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如果不能突破，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那一旦反转向下，现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5.6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第二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94。
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我们依次来说一下，股价如果反转向下跌破205呢，就是瓦解这个底高，然后如果跌破205之后，目标就是194，那跌破194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所以第二个目标是194。那194被跌破呢，下方就是178和152。其实股价只要跌破194，它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152。好，目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下行的目标：205.6，第二个是194，第三个我们先把它设在178附近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盘中的观察位，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11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15附近，也就是股价前面收的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股价只有在前高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收高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在盘中出现了一个回补了这个小缺口，并且呢是出现了一个下沉，然后再反弹，那说明股价在这个绿 K 的范围内就遇到了支撑，然后股价收在了高位，那也就是说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215上方运行。那么到了11月14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19.5附近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移到219.5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219.5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中线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17到220附近，所以我们取这个位置。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出现回档，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。但是股价出现回档，如果在盘中是在219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反转向下的一个走势的。所以在11月1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19.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11月13日这根 K 线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当然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成交量是量增，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是可以5%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那么目标位就是226这个位置和上方的缺口的下沿226到230附近，这是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的一个获利目标位。好，那对于这个仓位的止损要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那止损位应该是守212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11月14日开盘之后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在继续反弹到226或者开盘，我们认为机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05和下方的194，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26，还有一个位置就是缺口的下沿230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1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
225到第一个目标226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36，第三个压力位是缺口的上沿242。我们再来看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17一直到2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，我们也补充说明一下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17到218之间，也是在5日均线值的范围内。好，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15附近。第三个支撑是前低211，第四个支撑就是205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11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会给出2个方向。那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3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2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3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1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7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如果股价既不出现继续上涨，也不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横盘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1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2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4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